哎，嗨，大家，有一阵子没有在 YouTube 这边跟大家见面了，跟大家 say 个 hi，然后之后会有一个影片跟大家聊聊我在 YouTube 这边的规划。不过今天的重点呢，就是2023回顾，没有错，一年又过去了。然后我今年呢，想要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就是一个 vlogging 的方式，带大家过一天，然后跟大家聊聊我今年比较大的一些生活感触。然后也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我现在人还在纽约，可是我现在在帮别人顾猫，所以今天的场景会有一些不一样。但呀，早餐是中秋节，还没吃完的蛋黄酥。我现在要去买咖啡。纽约这整个 Christmas Holiday Season 的天气都不是很好，就是这种超级阴，然后微微下雨的天气。等等呢，我有一个 coffee chat， 就是我明年要毕业了嘛，所以我目前已经在找我明年毕业之后的新工作，因为我现在手上的工作应该没意外的话，只会做到我毕业的时候。然后最近就是在改履历啊，然后在 LinkedIn 上面 reach out 很多人，那我就是约了一个有兴趣的公司的里面的其中一个人，我们有一个线上的小小聊天。然后我现在要来稍微准备一下，因为很久没有开会之类的事情了。So I work in tech and at company based in California. My position is product marketing, focusing on campaign strategy and advertising. You're doing like B2B marketing, but my work experience is like mostly B2C marketing. 准备开始啦。How are you doing? Are you done with school for the year or? Yeah, so our winter break start from like 2 weeks ago, and then also my work have a 2 weeks holiday. And actually, I already prepared some question for you about like Axio marketing and also like the position I'm interested in. 午餐呢，来吃这个我从脆瑞就买非常多人推荐的牛肉粉，只要丢进锅子里面煮10分钟就可以吃了。感觉那个河粉量不够，所以我又煮了这个 orange chicken。来帮猫猫弄饲料。它这个佛的面好碎哦啊！今年啊，可以说是我完整待在纽约的一整年了。就是从1月初开始在纽约大学工作啊，然后读硕士。其实我觉得我在这边的生活体验，目前来说还算是蛮完整的。然后我其实觉得，因为这样子，然后生活开始变得日复一日啊，还蛮规律之后，我就发现，即便我现在来到一个我非常梦想的国家跟城市。我在生活稳定之后，其实会想要的东西还是差不多的，就是一个稳定的收入啊，对平的朋友啊，然后一份我自己喜欢的工作，以及一个人独处的时间。换句话说，我觉得在异地生活的那种新鲜感，现在已经完全淡化了，然后取而代之就是非常现实层面的压力，就跟我在台湾的时候会有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其实今年的后半年，我就还蛮常在思考我的下一站到底在哪里，就是我明年夏天毕业之后。我也不确定我可不可以在美国找到一份工作，那我是要回去台湾吗？还是我想要多试试看其他不同的国家？虽然我没有一个非常非常肯定的答案，但我觉得在纽约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活体验之后，我觉得想要多换几个国家这件事情是现在已经确定是放在我清单上的这样子。我其实现在应该要继续工作，但猫猫就是跑到我肚子上，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OK，
Hi, can I ask, is that brownie or like banana cake? So this is a chocolate olive oil. Okay, can I get one? Yeah, definitely. Did you want it on a plate or in a bag? On the plate.今天终于该忙的都忙完了。然后我今年呢，这件事情其实我大概几周前有在我 Instagram 上面先分享过一次，就是我今年的后半年，其实我工作上请了非常多的假，就是比以前到现在都还要多。我觉得可能一直是因为像是我在纽约大学的工作，就是我跟我主管以及带的40个学生，通常学生就是找我或者是找我主管，然后我在 Pick Lodge 做consultant 的工作。在我负责那个产品里面，也只有我一个 marketing member， 所以我觉得我会有那种，如果我今天请假，很多事情好像就没有办法运行的感觉，因为团队在同一个职位上的人，就是只有我这个，就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但是呢，我后来在今年请了很多假之后，我就发现，即便没有跟你就是相同职位的另外一个人，其实我觉得团队内其他人都能协助你去完成可能你手上的事情，因为其实大家都是互相团队合作的嘛，所以彼此之间的工作都会至少有一点点基础的了解。后来呢，我也发现说，即便我今天不请假，其他人也会请假，那我们就是团队合作嘛，所以其实只要有一个人请假，整个团队工作进度就会慢下来。以前的我可能会一直在那边干着急说，那我应该怎么办？现在我就看得很淡，我就觉得那我们就整体慢下来也没关系，因为毕竟工作上也不是365天都要一直冲，也会有那种淡季跟旺季之分。所以今年就是请了非常多假，也出去旅行了很多次。我觉得工作跟生活的平衡好像又比以往更好一些。重点是我觉得工作上还是有很多很不错的成果，所以我就希望我2024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的痛调，生活、工作、兴趣等等各种事情之间找到一个属于自己很舒服的平衡。OK， 我准备要去睡觉了。然后最后的最后呢，我想要来分享今年我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我今年在纽约的整个经济状况，其实比我去年刚来的时候真的稳定非常多。我1月开始在纽约大学工作嘛，然后我1月初的时候在 Pick Lodge 的工作也有调薪，然后8月到现在每个月社群上都有一档合作。因为纽约的物价，老实说真的比台湾贵很多，然后有时候到现在我都还是会觉得怎么东西会贵成这样子？所以当有这个能力去付掉自己说生活费啊，然后还可以出国旅行啊，然后还可以存下一点钱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然后这也不是我当时觉得，就是这不是我24岁设给自己的一个目标。所以当现在这个时候这件事情被达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会发生。因为我当初从医学工程转跨到行销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觉得我薪水一定会往下掉，因为就是工程类的科技跟行销就是完全不能比嘛，那个起薪。也因此，如果你现在再问我一次，我就会说，其实愿意付钱给你专业的人，会比你想象中来得多很多。所以我觉得在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同时，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要继续探索自己的兴趣跟专长，因为我觉得长远下来，它也可以变成你一个额外的收入管道。好啦，那以上就是2023年度回顾。然后今年在社群上真的有蛮大的成长，也真的得再次感谢大家一直陪伴着我，然后看着我的影片，跟我一起从台湾到纽约，然后一起从
人生地不熟，成长到现在。2024我也一定是会继续再拍影片分享我的生活，也希望我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就是慢慢的前进。我们就是不求快，但我们求一直有在进步，比昨天的自己还要好就行了这样子。如果想要看到我更多纽约的生活分享，记得去追踪我的 IG、YouTube 这边，就是会努力更新的。祝大家2024一切顺利，拜拜。